女孩只要一哭，就会流出蓝色的眼泪。皇帝听闻此事大惊，只因20年前老国师临死之际曾留下预言：若迎娶能流出蓝色眼泪的女子为皇后，必能保100年国运昌荣。就为了老国师临死前的胡话，我的皇帝丈夫竟然偷拿了凤印，趁我外出祈福之急，替我写好了自请废后的诏书。恭贺皇上，老国师临死前的预言竟然是真的，蓝泪现，后未定，国运昌。万莲，别怪朕，你出宫祈福这一年，江山社稷潜息于此，朕顾不得夫妻情分了，都是为了大梁的江山。娘娘，您半年前就已经递了自请让位的折子，陛下3日前已下旨册封云昭仪为新后。半年，本宫在皇陵苦修1年，倒不知何时长了一双手，能越过千里写这份折子。今日午后便要昭告天下，新后的册封大典定在明日午时。既然陛下连凤印都借走了，这让位的日子自然是他说了算。万莲，朕心里只有你一个位置，可钦天监说他的蓝色眼泪能保100年国运。你是岑家的女儿，你要识大体，不能让朕成为亡国之君啊！臣妾明白，为了江山社稷，为了皇家血脉，臣妾理应退位让贤。朕补偿你，金银细软你尽可带走，只要你开口，朕绝不吝啬。太后娘娘驾到！既然婉莲答应了，哀家也就直说了。你那120排嫁妆，当初进宫充了国库，现在你带走便是。只是那赤金九銮令，你必须留下。婉莲，如今边关战事未平，国库空虚，全靠九銮令维系。你若带走，就是置大梁百姓于水火呀！陛下和太后娘娘说的是，臣妾给。只不过臣妾有2个条件：第一，我要放妻书。放妻书？万莲，朕只是废后，朕心里还是有你的位置的。朕从未想过要与你绝了情分。陛下，废后是君臣，放妻是夫妻。臣妾要的是自此以后，生生世世男婚女嫁各不相干。你这是在威胁朕？7年夫妻，你竟要断得如此干脆？不是臣妾要断，是陛下偷拿凤印那一刻起就已经断了。怎么，陛下想要九銮令，却不舍得给臣妾一个自由身？只要你肯交出令牌，哀家准了，写给他。第二，我要带走我岑家所有的旧仆，他们受我岑家恩惠，不该在这宫里等死。既然臣妾要出宫，他们自然也是要跟臣妾走的。哀家当是什么了不得的条件？不过是几个伺候人的奴才，在这宫里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既然你想要，哀家准了。万莲，当真想好了，有了放弃书，你就真的不再是朕的人了。以后在这皇城，没人能再护着你。陛下，这不正是您想要的吗？既要江山稳固，又要美人入怀，臣妾成全您，用这富可敌国的财富换臣妾一个自由身，这笔买卖，陛下稳赚不赔。
他是你们的了。嬷嬷，别怕，收拾东西，我们回家。小姐，这玉佩也带走吗？萧景鹤，你送我这块玉石，说不让我受半点风霜，可如今这些苦与累竟是你亲手给的。景鹤，景鹤，你别睡，我来带你回家。婉莲，别哭。婉莲，这点风雪算不了什么。待我得了天下，定以此玉为聘，绝不让你再受这世间一丝一毫的风霜。那时候的誓言字字真切，我信了。我真的以为他会是我这辈子最坚不可摧的依仗，是我能交付生死的夫君。婉莲，你在怪朕？这也是身不由己啊！母后以死相逼，那些老顽固拿国物施压，云昭玉偏偏在这时候有了身孕。青天剑说他是祥瑞命格，朕也是被逼无奈。朕如果不这么做，这皇位怎么坐得稳？你要理解朕的难处啊！万莲，你最是懂事，一定能体谅朕的苦衷，对不对？朕心里只有你，那后位不过是个虚名。等朕稳住了朝堂，定会加倍补偿你。我知道，只要我心软，岑家那富可敌国的家产和遍布江南的势力，便依然能为他所用。陛下，您醉了。这双玉佩，那是咱们在太庙定情之物，你当时视若性命，难道你不带走吗？不必了。婉媛，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说过要珍藏一辈子的，你现在拒不带走，是要跟朕划清界限吗？陛下说笑了，这玉佩是皇家御赐之物，既然放期书已签，草民已非皇家人，私自带走御赐之物，不合规矩。规矩？朕就是规矩，朕准你带走。草民不敢私藏，免得日后被人落了口实，说草民偷盗宫中财物。如今您是君，我是民，君臣有别，还是分清楚些好。好得很。既然你不要，那就扔了吧，朕也不稀罕这破烂玩意儿。小姐，咱们真的就这么走了？今日是新后的大喜之日，也是我岑晚年的大赦之日。岑庶人，皇后娘娘让老奴来检查一下您的行李，免得你不知分寸，将皇宫里的贵重物品倒了出去。啊！你这贱婢！无妨，让他搜。这岑家大小姐虽说是首富出身，可这宫里的东西金贵，哪怕是一根绣花针，那也是皇家的恩典，断没有带出宫的道理。你这老奴才，这些都是我家小姐出阁前的旧物，你们竟然也要如此折辱！嬷嬷看仔细些，若是漏掉了哪颗珍珠，
回头太后娘娘怪罪下来，你这颗脑袋可抵不住。皇后娘娘驾到！哟，姐姐这是要走了，怎么穿的这般寒碜？婉莲，朕不是赏了你那么多云锦和金玉头面吗？你怎么一件都不带？穿成这样，是故意想让天下人觉得朕苛待了你吗？陛下您瞧，姐姐这性子真是倔。臣妾方才还在想，陛下赏的东西够买下半个皇城了，可如今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咱们未央宫欺负了姐姐了。陛下，这些东西是陛下赏给大梁皇后的。如今草民已非皇后，这些皇家圣物自然应当物归原主，留给真正需要他们的人。嬷嬷，核对清楚了吗？除了草民带来的岑家旧物，可有一针一线多带？婉莲，你当真要走得这么干净，一点念想都不留？陛下，断了的情，留着旧物只会徒增恶心。哼，姐姐当真是高风亮节。只是姐姐这一走，脱了这身凤凰皮，以后怕是再也见不到这般泼天富贵了。到时在外面受了苦，可别跪在宫门前后悔。一拜，拜别这红墙之内5年错付的青春；二拜，拜别曾经那个抛头颅洒热血、天真愚蠢的岑婉玲；三拜，拜别过往，自此山高水长，再无瓜葛。陛下，娘娘，保重。婉莲，哎呀，陛下，臣妾肚子疼，疼得紧。快传太医！大小姐，车马已经备好了，一切都妥当了。回家。慢着！慢着！这儿还没搜过呢，谁准你这数字说走就走的？苏嬷嬷，你当这是什么地方？陛下已经准了小姐离宫，你们凭什么拦路？凭什么？就凭这宫里有宫里的规矩。岑庶人，你走得这么急，莫不是心里有鬼，想带走什么不该带的东西？苏嬷嬷不在未央宫忙着给你那新主子梳头，倒跑来这夹道里对着本宫狂吠。怎么，是未央宫的骨头不够啃了吗？本宫？岑庶人，你怕是还没清醒吧？你现在不过是一介草民，嘴巴倒还是挺硬。嬷嬷，跟着废后废什么话？直接搜就是了。草民就要有草民的觉悟，宫里的东西哪怕是一针一线，那是陛下的恩典，你没资格带走。皇后娘娘口谕，怀疑有人离宫时私藏了御用之物，为正宫规，不仅要搜车，还得搜身。让太监搜前皇后的身，这太遮辱人了。这要是传出去，皇室颜面何在？你们敢！我家小姐乃是岑家嫡女，即便离了宫，也是一品诰命。你们这群阉人，动她一根手指头试试！一品诰命，
离了这红墙，他就是个丧家犬，给我搜！嘿嘿。搜身那是看得起你，如今你是草民，皇后娘娘怀疑你带走了宫中秘宝，这要是查不出来，你今儿就是死也得死在这宫门里。这可是先帝爷亲封的，让阉人当众搜身，这分明是要逼死人。放肆！你们这群没根的东西！我家小姐虽然不再是皇后，但她的身子也是你们这些烂碎玩意儿敢动的！我看谁敢上前一步！一品诰命那是在宫外，在这儿她就是个被废的罪妇，一个下贱的老奴才也敢在这儿叫嚣教训老身！来人，给我把这老东西拿下，好好教教他什么是宫里的规矩！放开！你们这群走狗！小姐快上车，别理这些疯狗！跪下！云姑！云姑，放开他！有什么冲我来？啊！滚开！你们这群贱狗！岑树人，既然你管不好自己身边的狗，老奴就受点累，带你好好管教管教。这一尺是赏他刚才顶撞凤驾，目无虚后。苏嬷嬷，你敢动他，我定要你死无全尸！小姐，别管老奴，走，快走！别为了老奴在这里受辱，走啊！走！今天不把那身皮扒下来检查清楚，谁也别想走出这个宫门！苏嬷嬷，你们到底凭什么动私刑？云姑兢兢业业伺候多年，何时冲撞了凤驾？离宫之前，太后娘娘身边的李嬷嬷已经亲自带着人将所有的香楼一一核对清楚了。难道在你们眼里，连太后娘娘说的话都不算数了吗？李嬷嬷核对的是物件，老奴核对的是人心。皇后娘娘体恤太后，特意亲自禀报了，老奴可是接了正儿八经的口谕来的。岑树人，您最好搞清楚一件事。如今这宫里天已经变了，这皇城姓云不姓岑。您要是不想这老货死在这雪地里，就给老奴乖乖把衣服脱了，配合搜身。否则，这下一尺子可就要见骨头了。你要干什么？你这大胆庶人！苏嬷嬷，你这只手是不想要了吗？既然这只手不懂规矩，那本宫今日就替云皇后废了他。岑婉莲，你疯了！陛下，血，好多血，臣妾好怕。姐姐她怎么能对苏嬷嬷下这样的死手？今日可是陛下与臣妾的大典啊！见了红事大不敬，姐姐这是在咒臣妾的孩子，咒大梁的运运啊！朕本以为你只是不甘心，没想到你竟恶毒至此。苏嬷嬷是贤儿的乳母，
今日大典，你不仅见血，还敢伤朕的人，你眼里还有没有朕这个君父？陛下的人，那本宫的人被折辱至此时，陛下又在哪？滚开！朕不想再听你的狡辩。贤儿别怕，朕在这儿。小姐你怎么样了？愣着干什么？还不快传太医！苏嬷嬷若是有个三长两短，你们这群没用的东西，全都得陪葬！你这个毒妇，朕从前竟没看出来，你那副端庄自持的外皮下，竟藏着这样一颗蛇蝎心肠。陛下息怒，今日可是大庆之日，见了红已是不祥，千万别为了臣妾的乳母气坏了身子。今日是朕与贤儿的大喜之日，普天同庆，你非要在这宫门口见血才甘心吗？苏嬷嬷是贤儿最亲近的乳母，你竟敢当众用金簪行凶！岑婉玲，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披头散发，满手鲜血，你简直就是个市井泼妇，哪里还有半点岑家嫡女的样子？陛下，是苏嬷嬷先要折辱我家小姐的，陛下明察呀！市井泼妇，萧景恒，你为了一个折辱我岑家人的贱奴，推你的发妻！住口！你有什么资格提发妻二字？岑婉玲，你给朕记清楚了，既然你已经签了放妻书，交了九鸾令，你就不是朕的妻，你不过是一个被朕废掉的罪妇。岑婉莲，你当真以为朕不敢动你吗？今日你当众行凶见血，若不是看在江南岑家那点最后面子的份上，朕现在就能下旨治你一个当众行刺之罪。陛下，苏嬷嬷的手怕是废了。姐姐她好狠的心，她是算准了今日臣妾大典，故意要让皇家蒙羞啊！好一个不是你的妻，好一个行刺之罪。既然陛下觉得我这个前妻碍眼，觉得我带走的一切都属于皇家，那今日我便还你个干干净净。岑婉莲，你要做什么？你要造反吗？萧景和，你看清楚了，这7年的债，本宫今日一次性还清。岑婉莲，你这疯妇，当真要当众行刺朕吗？禁军，护驾，快护驾！萧景恒，你要的江山，我岑家以富可敌国的家财为你守住了；你要的后位，我岑婉玲今日也分毫不差的给你腾出来。今日我岑婉莲在此断发为界！不要，婉莲，快住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今日断发，恩断义绝。萧景和，从今往后男婚女嫁各不相干，这辈子下辈子生生世世不复相见。陛下，臣妾肚子疼得厉害，这腹中胎儿若是受了惊扰，可怎么得了？太医，全给朕滚过来！若护不住皇嗣，朕要你们的命！嬷嬷，疼不疼？忍着点儿，咱们这就离了这个安骚地方。
小姐，咱们这是真的出了那红墙了。出来了，嬷嬷，以后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大梁皇后了，以后只有岑婉言，只有江南岑家。大小姐，咱们归家的消息虽然送了回来，可您毕竟是……奴婢怕那些闲言碎语惊了您。嬷嬷，岑家人的风骨，我还是信得过的。恭迎大小姐归家。堂兄，回来就好，莲儿，回来就好啊！大伯父，婉莲任性离宫，让岑家背负废后名声，给岑家丢人了。胡说！谁敢说你丢人？那是那皇家没福气，是那萧景寒眼瞎。咱们岑家的女儿，那是金尊玉贵养出来的凤凰，离了那狼窝是喜事儿。咱们岑家养得起你，哪怕养一辈子，也断不受皇家那窝囊气儿。姐，谁敢欺负你，我们堂兄弟几个掀了他的桌子！走，咱们回家。家里的接风宴早就备好了，都是你最爱吃的。大小姐，这软烟罗还是大伯爷特意为您留的，说是只有江南的春色才配得上您的气度。在宫里穿了5年死气沉沉的朝服，连身子都重了。嬷嬷，把那凤袍烧了吧，看了显眼。好，烧了。咱们大小姐何该是这江南最明亮的珠子，受那罪作甚？大小姐，这半年的进账，您一眼就瞧出了屁道，老奴真是汗颜。哟，老远就闻着一股宫里的脂粉味儿，原来是咱们江南的大贵人回来了。哪儿来的泼皮？岑家的铺子也是你们撒野的地方，滚出去！岑家？哪个岑家？是被皇帝老儿一脚踹回来的废后岑家吗？听说大小姐在宫里伺候过皇上，那滋味肯定不错吧？怎么，现在没人要了？不如跟了哥哥我。哥哥虽然没有皇位，但这身力气，保管让大小姐比在宫里还舒坦。张嘴！在这江南，敢如此编排我岑家嫡女的人，还没出世。没听见大小姐的话吗？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的东西，还不赶紧堵了！什么嫡女？就是个皇帝不要的破鞋，给老子打！出了事儿，那边的贵人自然会兜着。啊！谁给你的狗胆，敢在他面前污言秽语？
是镇南王府的标记，是威远大将军，那个镇守南疆10年、杀人不眨眼的活阎王谢灵安。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婉莲，你是？滚！将军饶命！将军饶命！我们也是收了别人的钱。别让我在江南再看见你们！滚出城外！慢一步，断一腿！多谢将军解围，只是不知将军与我岑家有何渊源？你当真记不得了吗？这帕子是我10岁那年随父亲去边关巡查时丢的那块。老天爷，这莲花缺了一半，是大小姐当年练手绣的。我记得那年大小姐还为了这块帕子被老太爷责罚贪玩。是你，那个躲在马厩里被马奴欺负的满头是血也不肯求饶的小少年。那时候我没名没姓，只是个等死的马夫。若不是你送我的那半块馒头和这方帕子，我谢银安早就死在那场大雪里了。可你怎么成了威远大将军？因为只有杀出重围，当上将军，我才有资格回来找你，才有资格把欠你的都还给你。这10年，我每天都在想，一定要回江南。婉莲，我现在回来了。行了，滚去营里领赏，别在这碍眼。大小姐，您刚起不知道，谢大将军天不亮就守在后门口，把老管家吓了一跳。可不是嘛，他拉着老管家打听您的喜好，听说您爱吃张记的酥酪，骑上那匹千里马就没影了。婉莲，快吃着吃。张记的老板说这酥酪凉了就腥了，不好吃。我这一路跑回来，一点都没敢耽搁。在宫里5年，萧景恒给他的赏赐堆积如山，却从未有人会为了他一口吃食，跑遍半座城，用体温去捂热他。在宫里那5年，什么山珍海瑞没见过，可那些东西送进长乐宫时，除了那冷冰冰的金银器皿，连菜汤子都只剩点余热，吃在嘴里，心都是凉的。萧景勋赏的东西总是价值连城，却也总是隔着重重宫墙，让人觉得遥不可及。好吃吗？那老板说今天这批奶是刚挤出来的，最新鲜不过。你要是觉得腻，我这就去给你买盏酸梅汤压一压。婉莲，是不是太甜了？你别哭，你要是不喜欢，我明天再去换一家。谢灵安，这是我这辈子吃过最好吃的酥酪。你喜欢就好，只要你爱吃，我天天去排队，把那张记买下来都行。哟，将军这杀敌的威风哪儿去了？倒叫一碗酥糟给弄得脸红成这样，传出去，南疆那些敌寇怕是要惊掉下巴。他们懂什么？南疆的沙子哪有这里的酥酪甜？将军，您这眼睛都快粘在我们大小姐身上了。江南的风景再美，也抵不过这一碗酥酪不成？风景年年有，可婉莲的笑，我等了10年才求回来。苏嬷嬷，你确定打听清楚了？
那个岑婉恋在长乐宫时，平日里就是这副打扮。老奴可是花了重金撬开了长乐宫那几个小太监的嘴，陛下罪念旧情，当初前皇后就是凭这副清冷模样得了宠，娘娘今日定能让陛下回心转意。哼，真是想不通，这种寡淡的衣裳有什么好？不过只要能让陛下多看本宫一眼，便是让本宫披麻戴孝也甚了。陛下驾到！臣妾恭请陛下圣安。在他眼里，这衣服穿在岑婉离身上是月下仙子，可穿在眼前那人身上，却处处透着一股小家子气的做作。这衣裳，陛下，臣妾想着今日清静，便选了这身素净的，不知陛下可还满意？不适合你。哼，换了吧，以后莫要东施效颦，坏了朕的胃口。是，臣妾容色平庸，玷污了这好料子。陛下教训的是，臣妾记住了。陛下，臣妾知道您寻来的雪顶寒翠，用清晨采集的荷叶露珠烹煮，您尝尝，定能清心去火。看着他这副笨拙的模样，萧景和脑海中不自觉地浮现出岑婉莲当年煮茶的情景。婉莲总是神色恬淡，举手投足间如行云流水，茶香未出，心便先静。而眼前这……陛下请用。你是要烫死朕吗？连煮茶这点小事都做不好，婉恋煮茶水温从来都是刚刚好，从未出过这种差错。你除了会哭还会干什么？又是岑婉莲，走了还要克着我。臣妾知罪，是臣妾笨手笨脚，没能伺候好陛下，请陛下责罚。他眼前浮现出曾经在长乐宫的情景，无论他谈起边疆战事还是朝堂政见，婉意总能目光清亮地与他对答如聊，那份见识气度，绝非眼前这等只知邀宠的深闺女子可比。行了，别哭了，哭得朕心烦意乱。朕还有一堆6部递上来的折子没批，你歇着吧，莫要再弄这些东施效颦的花架子。陛下，现在已是晚膳时分，臣妾还备了您最爱吃。这里是长乐宫，曾经大梁最温暖的地方。开门。陛下，这里自从岑树人走后，便按规矩封存了，钥匙在内务府。朕叫你开门，去砸开他！这是婉玲曾经日日坐着处理岑家账目，或是为他缝制冬衣的地方。景恒未及，臣妾虚应温州，即生。萧景寒猛地想起方才在未央宫，云锦贤亲手递上那盏滚烫如火、几乎灼伤他舌尖的熔茶，他的胃此刻正隐隐作痛，像是被铁钩生生搅动。陛下，娘娘以前每晚都要亲自去御膳房盯着火候，说是那粥得熬足了2个时辰才能养您的胃。
萧景恒环视这间冷清的屋子，昔日那股清幽安稳的香气早已散尽。如今他的寝殿里只有云景贤那股浓烈熏人，让他彻夜难眠的甜腻异香。他闭上眼，仿佛还能看见晚莲简灯飘香的背影，那样宁静，那样安稳，不可过浓。原来这世上只有你，连朕睡觉都算计得这样细致。萧景恒下意识地摸向自己的膝盖，这几天降温，那股钻心的湿冷痛意一直折磨着他。可他那个祥瑞的心后，只顾着在凤袍上多缀几颗东珠，从未问过他这旧伤疼不疼。那些娟秀的字迹，此刻化作一个个响亮的巴掌，跨越时空，带着7年的积怨与爱意，狠狠地扇在他的脸上。原来，朕弄丢的不是一个皇后。陛下，娘娘离宫那天连这账本都没带走，她是想把这最后一份体贴也还给您了。滚！全给朕滚出去！他看着空荡荡的宫殿，终于意识到这世上唯一全心全意爱他、不计国运、不计命格的女人，已经切断了所有的退路。他看着那本账本，仿佛看到了婉莲清冷的眼神，正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他的卑劣。婉莲，你回来，朕准你带走这些东西，你回来！垮了，江南3省的大坝全垮了，良田变汪洋，百姓流离失所，这可是百年不遇的大灾啊！半年前，青天剑在那儿言之凿凿，说新后世能留下兰类的祥瑞，必保大梁国运昌荣。如新后册封才满3个月，江南就成了人间炼狱，这哪里是祥瑞？这简直成了天大的笑话！你听说了吗？外头都传疯了，说这大水是老天爷在给废后叫冤呢。可不是吗？前皇后在位5年4海升平，这位新后一上位就发大水，她是克营运的灾星。闭嘴！都给本宫闭嘴！谁准你们用那种眼神看本宫的？你们是不是也在心里骂本宫是灾星，觉得那个岑婉琳才是福星？奴婢不敢，娘娘饶命，奴婢绝无此念。还敢顶嘴！传令下去，谁敢再在未央宫提起灾星2个字，本宫就亲自拔了他的舌头，拿去喂狗。祥瑞，本宫才是天命所归的皇后。岑婉莲，你已经滚出了皇城，凭什么还要用这场大水来克本宫？娘娘息怒，千万顾着身体。这水患不过是暂时的晦气，只要陛下心里还信您是祥瑞，咱们云家就倒不了。钦天监监正那儿，咱们大伯爷可是花了大价钱才喂饱的，那可是掉脑袋的罪名。借他10个胆子，他也绝不敢在外头吐露半句真话。萧景恒已经3天没进未央宫的大门了，说是真的信他所说，现在该坐在这里安抚本宫，而不是躲在御书房里，看着那贱人留下的旧物发呆。都怪那个岑婉莲，她已经滚出宫了，凭什么还要用这场大水来克我？早知道那天在宫门口就该找个借口直接乱棍打死他。嘘，我的祖宗哎，娘娘慎言，隔墙有耳，这话若是传到陛下耳朵里，可是要招来大祸的。怕什么？这未央宫里里外外全是我们的人，哪来的外人？什么天命奉身，什么命格祥瑞，那流进玉盏里的蓝色眼泪，不过是西域换色各粉勾兑的药水。这所谓的丰厚禄，全是咱们云家一箱箱白花花的银子给堆出来的。既然萧景和现在为了国库空虚愁眉不展，咱们干脆1不做2不休，随随便便找个理由，就说岑家在江南借着水患囤积居奇，意图谋反。本宫要借陛下的手抄了那个贱人的家，把岑家那富可敌国的家底全抢过来，冲入本宫的私库。到时候有了钱，本宫看陛下还会不会去想那个一文不值的岑婉琳。陛下，天命奉身，命格祥瑞，用银子铺出来的路，西域勾兑的换色粉。云景贤，你当真是让朕看了一出好戏啊！为了所谓的国运，朕逼走了自己的发妻，
为了所谓的祥瑞，朕成了这天下最大的笑柄。朕为了一个弥天大谎，亲手挖了自己的心送给你们云家践踏。原来这世上根本就没有什么狗屁祥瑞命格，一切都是你们算计好的骗局。八字太阴，克夫克主。朕早该想到的，连母后都被你们蒙在鼓里。什么天命所归，什么八字不合，原来从头到尾，朕不过是你们主仆二人掌心里戏耍的一枚棋子。这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他环视这座金碧辉煌的未央宫，每一处装饰都像是在这。朕竟然像个白痴一样，被你们这种拙劣的手段玩弄于股掌之间。朕亲手赶走了这世上唯一真心待朕的人，亲手剜了自己的心啊！陛下饶命！陛下，您听臣妾解释啊，臣妾也是为了能陪在您身边，臣妾是真心爱您的。滚开！为了你们云家的荣华富贵，你们竟敢欺君罔上，竟敢拿大梁的国运开玩笑！你们云家还有青天剑，朕要一个一个亲手剥了你们的皮！原来如此，原来你早就看透了，看透了朕的愚蠢，看透了朕这满嘴的仁义道德背后的虚伪。婉莲，那时你看着朕为了一个谎言对你步步紧逼，你心里该是多失望，多恶心。陛下，饶命！老奴也是听命行事。传朕旨意，云氏欺君罔上，祸乱后宫，即刻起将这毒妇打入冷宫，无诏不得出，死生不复相见。陛下，不要啊！陛下，臣妾肚子里还有您的皇嗣啊！至于这个为虎作伥的老刁徒，拖下去杖毙，就在这未央宫门口打，让所有人都看看欺君的下场。去找，不惜一切代价去江南把婉莲给朕找回来。快多远些！陛下已经砸了3个偏殿了，连内务府的总管都被打了20大板，就因为没找着前皇后的一只救星。这皇宫里怕是要变天了。平日里最温和的陛下，现在像疯了一样，谁凑上去谁就得没命。婉莲的东西呢？她在这里住过，她一定留下了什么。不对，她不在未央宫，她在长乐宫。可长乐宫已经空了，谁把她的痕迹抹掉了？谁？皇帝，你眼中还有没有纲常法度？竟敢如此闯入哀家的慈宁宫！母后，儿臣只想问一句话：当初钦天监说婉兰八字克夫，说云溪贤是天降祥瑞，这些话您真的信吗？您默许云锦贤进宫，默许苏嬷嬷在后宫兴风作浪，甚至连那张废后证书也是您在背后推了一把，对不对？够了！哀家做这一切，还不是为了你，为了我们云家的荣华，也为了能把岑家那富可敌国的钱财收回来充盈国库。皇帝啊，哀家也是为了你好。那岑家功高债主，财富又维系着命脉，如果不废了他，你这皇位能做得安稳吗？为了朕好，母后，您口口声声为了朕，却亲手毁了朕的家，您毁了朕这辈子唯一的真心，您让朕为了那些冰冷的金银，亲手杀了自己的福星。母后，您口口声声为了大梁，为了朕，可您刚才说的是什么？云家的荣华，岑家的钱财。您哪是为了朕？您分明是为了您自己那点贪欲。您为了给云家铺路，亲手毁了儿子的家，毁了儿子这辈子唯一的一颗真心。陛下，陛下万禁之躯，这雨太大了，当心龙体呀！滚！都给朕滚！谁敢跟过来，朕灭他九族！婉莲，朕错了，朕真的错了。
吗？景恒，景恒，你别睡。景恒，别怕，我陪着你，我一直都在。婉莲，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婉莲，等朕得了天下，绝不负你。婉莲，朕错了，朕亲手杀了自己的少年郎，亲手杀了那个说要陪朕一辈子的傻姑娘。朕错了，朕真的错了。婉莲，你回来，朕不要什么国运了，朕只要你回来，再给朕送一次馒头，再给朕捂一次手，好不好？陛下，找到了吗？他在哪里？他现在过得好不好？江南的消息是不是？快说，他是不是在等朕去接他？回陛下，找到了。废后岑氏现下已回到江南岑家老宅。找到了就好，找到了就好。朕就知道他离不了朕。岑氏重展了家族商后，据江南探子汇报，生意极其兴隆。他就没提起过朕，他一定是在等朕，等朕接他回。只是，这是什么？快说！只是岑氏身边近期常有一位身形英壮的男子相伴。江南岑家除了他那些叔伯兄弟，哪来的英武男子？据江南传来的密报，那男子身份极其显赫，似是镇南王世子威远大将军谢灵安，二人同进同出，举止甚是亲密。那是朕的妻子，是爱了朕整整7年的女人，她怎么可以转身就去攀附别人？谢灵安，一个镇守边关的蛮妇，也敢染指朕的明珠，他算个什么东西？朕要把他碎尸万段！去江南，现在就传旨封锁江南，他只能是朕的，生是朕的人，死是朕的鬼。飞马，朕要南巡，传令萧启营立刻随朕出发。陛下，此时江南大雨未消，道路泥泞，龙体要重啊！她是朕的皇后，是朕明媒正娶拜过天地祖宗的发妻，谁敢染指，朕就杀了她！朕要屠了她谢家满门，杀了她！婉莲，张嘴。很甜，谢将军剥的橘子倒是比御膳房的还要精细。只要你爱吃，这一林子的橘子我都能给你剔净了。小姐，将军这心思可比咱们这些婆子还细。您瞧瞧，剥个橘子都能出了一额头的汗。以前在宫里，即便是坐在御花园最深处，也要时刻挺着脊梁，防着不知道从哪儿射过来的冷箭。像现在这样不用设防，不用算计，竟是我这辈子都不敢想的。那以后就天天这么过，你想躺到什么时候，我就在这儿守到什么时候。婉莲，尝尝这盘，好吃吗？这半也挺。你也吃。岑婉莲，何人擅闯？谢灵安，你这乱臣贼子，你竟敢用剑指着朕！滚开，让朕的皇后出来！这里只有岑家的大小姐，没有你的皇后。萧景行，你如今这一身丧家犬的模样，也配提皇后二字？萧景恒，放弃书上红印未干，你我已是始生不相干的路人。你今日这般自降身份闯我私宅，是嫌那发断的还不够干净吗？路人，婉莲，你爱了朕7年，怎么可能说放就放？
谢灵安，你好大的胆子！这大梁天下都是朕的，这个女人更是朕明媒正娶的发妻，你也敢碰？这宅子姓曾，没什么发妻，只有一个被你弃如敝履的弱女子。瞧你这一身泥尘，想必是赶路辛苦昏了头，私闯民宅，冲撞主家，究竟意欲何为？莫非是这江南的王法管不到公子头上了？婉莲，你就这……公子，朕是萧景亨，是你爱了7年的夫君，你在这跟野男人卿卿我我，现在还要装作不认识朕？嘴放干净点，这岑家宅邸可容不下乱吠的野狗。谢大哥，莫要为了不相干的人动了火气。草民自离宫那日起，便已与皇家断发断义，这世上早已没有岑皇后，只有岑婉玲。这位公子，请自重，否则便只能请县衙的人来领你了。婉莲，我是景恒啊！你看看我，我是你的夫君，是你爱了7年的景生哥哥啊！你怎么能用这种陌生的眼神看着我？你是在报复我，对不对？跟我回去朕，我把后位还给你，好不好？谢银安，你敢推朕？你这乱臣贼子，竟敢当着朕的面动手！擅闯民宅，竟扰我家小姐，谢某没取你性命，已是看在往日情分。这位公子，想必是赶路太急，烧坏了脑子。这岑家宅典哪来的圣上？民妇的夫君姓谢，名灵安，他就在眼前，且护我周全，知我冷暖。他是你夫君？至于你口中念叨的那个景恒，他早就是个死人了。半年前，在那座吃人的皇宫里，他就已经彻底死在了我心里。如今，他的坟头草怕是都有3尺高了。夫君，这橘子经过井水，最是清甜，快尝尝。确实，甜到了心里。吃完了记得把河吐远一点，免得这些污糟东西落在咱们家的地上，坏了满园的春色，还得劳烦下人们费心清扫。婉莲，不要走，回头看看我。瞧那汉子，都在这儿跪了3天3夜了，这雨这么大，怕是要死在咱们临安城。婉莲，朕不走，朕就在这儿等着。小姐，外头那位还没走。方才守门的后生说他已经晕过去2次了，可每次醒了又继续跪着。若是碍了你的眼，我这便让人把他扔到城外的乱葬岗。百姓说他痴情，谢大哥，你信吗？一个能为了命格舍弃发妻的人，何来情义？他跪在那儿，不是因为舍不得我，是因为他接受不了。他接受不了曾经卑微如尘的谢临安成了大将军，更接受不了曾经视他如神明的岑婉迷，如今连看都不屑看他一眼。他跪的是他那跌进泥里的帝王尊严。婉莲，是你吗？我就知道你舍不得。主子，回吧。岑家说这大门是给客走的，不是给死人守的。胡说！他在里面，他一定在看着朕。朕不走，只有让他亲口说他不爱朕了。岑婉莲，你出来见朕！你欠朕的还没还清，你不准走。江北那边的商后积压了不少账目，这次过去恐怕要待上半月。无碍，正好去瞧瞧雪蚕丝的成色。江南这局棋下完了，咱们该去江北看看了。大小姐现在这模样，才像是回到了10年前那个恣意快活的小凤凰。婉莲，别走！这汉子怎么当众跪下了？瞧那长相，不像是寻常人啊！这位公子自重。婉莲，我真的知道错了，
求你跟我回去吧，我把这天下都补偿给你，把云溪山迁到万寡，只要你肯跟我回去。我真的知错了，没有你，这蝼蚁坐着冷的扎人啊！婉莲，没有你，现在知道冷了。那当初我跪在雪地里求你救救云姑的时候，你心里的那把火可是旺得很呢。只要你跟我回去，你还是大梁唯一的皇后。不，以后六宫虚设，我只宠你一人。江山给你，九鸾令也给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求求你，别丢下我，别把我一个人丢在那个冰冷的宫里。老天爷，这莫不真的是京里的贵人，竟为了一个女子卑微成这副模样？萧景恒，我这辈子真正爱过的，是那个7年前在太庙雪地里，宁愿自己冻死也要把我的手塞进怀里暖着的少年郎。可是那个少年郎早就死在了你对权势的欲望里，死在了你这几年的虚伪和算计里。现在的你，自私懦弱无能，你以为这些恩赐能换回什么？看到你现在这副摇尾乞怜的样子，我只觉得恶心，打从心里感到恶心。萧景恒，别摆出这副痛心疾首的模样。你给的这些补偿，我不需要。婉莲，只要你肯回头，我什么都改。你再信我一次。这世间最无用的便是后悔。萧景恒，你记住，迟来的深情比草。谢灵安，在。我们走吧，夫君。婉莲，你回头看看我，你曾经说过的恩爱两不疑。婉莲，江风大了，进仓歇着吧，剩下的路我守着。谢大哥，我想再看一眼。小姐，这江水一划开，京城的那些脏东西就再也追不上咱们了。陛下，回吧，娘娘已经走远了。这江风凉，您万金之躯受不住啊！你们瞧，这金砖铺地，百鸟朝凤，本宫是皇后，是大梁唯一的祥瑞。哼，还做梦呢！云家早就被满门抄斩了。听说昨儿个连他那苏嬷嬷坟头的草都长了一茬，真是不长眼！最后还喊着要见皇上。萧景恒，本宫才是你的皇后。陛下，药熬好了，您多少用些吧。不必了，药石无益，朕的心早就空了。婉莲，朕这辈子最大的错，就是把你弄丢了。江南葛采莲，爷，乖，跟娘亲念：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娘娘，哦不，娘子。今儿个鱼新鲜，是刚从江里打上来的。晚上我亲自下厨，给你做鱼汤喝。谢大哥，有你真好。